2024年的圣诞节，从东京出发，我终于前往了期待已久的目的地——台湾。很久以前就希望有一天能够亲自感受这座岛屿的温暖与魅力，而这次终于有了机会。台湾之旅的第一站，我来到了最南部的高雄。怀着对初次踏上这片土地的好奇与憧憬，我开始了这段期待已久的探索之旅。高雄的一天从一份简单而温暖的早餐开始。酒店附近有一家评分很高的早餐店，店内装修简单、整洁舒适。这里的早餐种类非常丰富，你可以选择饼、吐司、汉堡、面食等等。第一天我点了豆浆和葱花鸡蛋饼，第二天选了鸡蛋火腿手抓饼，都非常好吃。早餐过后，正式开始今天的旅行。高雄的第一站，我选择前往美丽岛捷运站。从地图上看，感觉距离并不远，所以决定步行过去。在台湾，最常见的交通工具就是摩托车，街上到处都能看到他们穿梭的身影，为这座城市注入了独特的节奏感。没走多久，就来到了爱河。爱河是贯穿高雄市的重要观光景点，站在这里，无论是波光粼粼的水面，还是桥上通行的车辆，都忍不住想多停留片刻。在等红绿灯的时候，我发现这里的信号灯居然是会动的，非常有趣。这里的街道感觉特别干净，走在路上，一边是嘈杂的车流，一边是安静的巷子，每一种都展现着高雄不同的节奏。终于，经过一段悠闲的步行，我来到了今天的第一个目的地——美丽岛捷运站。在台湾，地铁被称为捷运。高雄的美丽岛捷运站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车站之一。入口处顶端的玻璃建筑在阳光照射下显得非常精美。顺着电梯往下走，就一点点接近美丽岛标志性的景观——光之穹顶。光之穹顶直径达30米。顶部完全由4500片彩绘玻璃拼接而成，通过彩绘与灯光，展现出生命的过程与轮回。不同的颜色和图案都讲述着独特的故事，例如红色的火象征着毁灭与重生。从各个角度观看，穹顶的光线和色彩展现出不同的美感，吸引了很多游客来拍照打卡。在这周围还有许多商店，例如这家高雄捷运周边店，里面出售很多可爱的小东西。附近还有很多小吃店，你可以在这里漫步，享受艺术和美食带来的双重乐趣。
看完光之穹顶之后，接下来我乘坐捷运前往下一个目的地。高雄的捷运线路简单明了，无论是换乘还是票价，站内的标识都非常清晰。刷卡进入车站后，因为是工作日的中午，站台上等车的人并不多。等了一会儿，捷运准时到站。车厢内的配色非常的小清新，也很干净。有趣的是，你可以听到车厢里的广播会用国语、台语、客语、英语4种方式来播报站名，非常的有特色。从捷运站出来，外面的气温已经超过了23度，真的很热。经过五福四路，因为还没有吃午饭，所以找了一家评分不错的牛肉面馆。店内生意非常好，等了一会儿才有位置。点完餐后，老板把我领到了座位，之后他再去帮助其他的客人点单。我点了干拌牛肉面，牛肉块很大，面条有一点点乌冬面的感觉，味道也很不错。吃过午饭后，我决定继续前往下一个目的地。在此之前，因为在网上看到了附近正在举办特别的活动，所以计划先过去看看。没错，网飞正在高雄宣传《鱿鱼游戏》的第2季，现场有一个巨大的标志性装置位于海边，不管是从远处还是近处看，都有一点吓人。现场人很多，还有互动游戏可以体验，很适合拍照打卡。离开后，步行一小段距离，我到达了今天的第2个目的地——博二艺术特区。博二的名字来源于第2号接驳码头，这里曾经是高雄港用来存储货物的港口仓库，如今摇身一变成为了艺术家们的创作天堂。这里的特色之一是轻轨站，它们不仅连接了艺术特区，顺着铁轨还能看到高雄地标性的85大厦，因此这里成为了很多游客热衷打卡的地方。在道路中间是铺满绿草的铁轨，走在路上，一边是海，另一边是各色的涂鸦墙、艺术装置和机械模型，处处充满了创意与活力。在这里，你可以选择悠闲的散步、拍照，或者坐下来静静的消磨时间，感受这片艺术与海风交融的独特氛围。在艺术特区旁边是铁道文化园区，这里原本是一条条旧时的火车铁道，如今被整理成一大片的草坪。曾经这里是高雄的第1个火车站，也是台湾规模最大的货运车站。园区内摆放着经典复古的站台、老火车厢以及各式的艺术装置，供游客拍照打卡。因为又热又渴，所以在路边的一家冷饮店停了下来。这是一家看起来很普通的甜品店，但里面坐满了说各种语言的人。我点了一份限定的草莓绵绵冰，草莓的酸甜和细腻的绵绵冰融合在一起，瞬间感到清凉和满足。接下来的计划是乘坐渡轮前往旗津岛。从候车区买好票后，很快渡轮就缓缓靠站。在船上，你可以看到停泊在海面上的运输船，还有另一个角度的高雄。大约3分钟之后，渡轮便到达了旗津岛的码头。旗津岛曾是一个以渔业为主的小岛，在战争时期，这里因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了重要的军事据点。如今，旗津岛已成为著名的观光胜地，吸引了无数的游客。
岛上的制高点是山顶的旗后炮台，站在这里仿佛来到了历史书中的场景。现在这里是眺望整个岛屿景色的最佳位置，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大海映衬下色彩斑斓的房子，人们坐在这里聊天拍照，在远处还有一条向外延伸的路，路的尽头是一座红色的灯塔，它静静地矗立在那里，在通向大海的方向。天色渐暗，我坐上渡轮，告别了奇景岛，返回了高雄。晚饭在附近找了一家牛肉面馆，店里墙上写满了各种语言的祝福。牛肉面的口味也很不错，但我更推荐的是街边的盐酥鸡。老板将各种食材炸好之后，撒上调料拌匀，外焦里嫩，非常美味。因为旅行当天是圣诞节，所以我决定去中央公园感受一下圣诞的氛围。刚出捷运车站就被路上的可爱圣诞装饰吸引，跟着人流慢慢走，我来到了中央公园的中心。这里仿佛进入了一个圣诞世界，中央竖立着一棵巨大的圣诞树，装饰着金色的灯球和闪烁的星星，悬挂着无数串的光带，配合灯光的变化，整个场景充满了浓厚的圣诞氛围。圣诞树的对面是一条流光隧道，长约20米，完全由银白色的灯饰构成。走在其中，仿佛漫步在星光下，每一步都充满了梦幻的光辉。当我还沉浸在这灯光氛围的时候，眼前的圣诞树再一次开始闪烁。高雄作为我第一次来到台湾的起点，无论是街头的风景、遇到的人，还是美味的食物，都让我感受到这是一段值得回忆的旅行。我将带着这份美好前往下一段旅程。